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想陪你回到一个看似平静的年份——万历15年。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却早已埋下朝代崩溃的伏笔。让我们一起走进黄仁宇的万历15年。万历15年就是公元1587年，在很多人眼中，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可是，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有一些事件表面看起来像是细枝末节，但是它牵扯到的关系因果，会在以后掀起惊涛骇浪，成为中国历史命运的转折点。所以他写下了这本书《万历15年》，原文是用英语写的，标题叫做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可是从这一年开始，一场大历史之旅正式的启动。在这本书出现之前，大家认为历史的转折总会以某一个大事件的发生或者是结束作为标志点。但是黄仁宇却在书里告诉大家，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年，却可能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拐点。不能孤立地去看待一个事件、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国家，历史应该放在更大的局面下来审视，这就是大历史观。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就是一声炸雷。他抛弃了狭隘的善恶是非和各种脸谱化的看法，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在这本书的开篇，黄仁宇先生就写道，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续。但他却认为，以一件事为起点，往后看300-500年，大历史的轮廓才会显现。所以历史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不是少数人的贤明或者是愚钝所能左右的。在整本书中，黄仁宇就从5个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明朝的失败。这5个人有万历皇帝，有内阁首辅，有将军，有文官，也有坐了牢的思想家。但无一例外，他们的结局都是失败者。在这些人所经历的一件一件的小事里，我们看见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大的脉络和方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万历15年都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是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那样的梦幻色彩，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好看，一点都不枯燥。这种写作方式也影响了当时的很多作家，比如王小波、王朔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崇拜的作品。让我们回到万历15年，明朝这艘巨轮沉没的起点。首先从万历皇帝的视角出发，重新来审视这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万历皇帝只有24岁，但这已经是他当皇帝的第15个年头。从8岁开始，他就在群臣的指导下熟悉各种礼仪，学习儒家经典，努力做一个大人们期待的君主。万历对于各种礼仪都照章办事。在过去的15年，他祭天地，祭祀祖先，接见外国使者，检阅军队，所有的事情都有条不紊，就像彩排过很多次。毕竟这些仪式20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礼仪放大了皇帝的权威，也确定了秩序和尊卑。万历已经贵为皇帝，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人能跟他平起平坐。但是有一个人是他非常尊重的，那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先生。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胡子很长，直到腹部，衣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张居正深沉有城府，每句话都能切中要害，没有人能够猜透张大人的心思。除了担任首辅之外，张居正还负责对万历的教育，他是看着万历从小长大的。在日常的授课中，张居正铁面无私，只要万历背不出课文，张大人的脸就会阴沉下来。他亲自为小皇帝编写了教科书《帝鉴图说》，这本书里讲了历代帝王81件值得效仿的好事，和36件值得反思的坏事。因为担心小皇帝觉得枯燥，不好好学，张居正还为每个故事都配了图片。在万历受到的教育中，做皇帝好像并不是难事，主要就是任用贤臣，虚心纳谏，还要仁慈宽厚，做天下人的道德模范。但是帝鉴图说中也有一些话，让年轻的万历难以理解。比如天下可以一人主之，就是做主，但不可以一人治之，就是治理。可是这时候的万历认为，皇帝就是天下的主人，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利。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要有人跟我共同来平分权力，治理天下吗？这一句话，万历要用后面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的体悟，我们后面慢慢解释。总的来说，万历继位后的第1个10年海内升平。在臣子的眼中，万历是一个早熟的君主。这个10几岁的孩子声音深沉有力，展示了一个君主应有的威严。但是他还不具备处理政务的能力。
上朝的时候还要把别人写给他的纸条藏在袖子里，时不时拿出来参考，就是打小抄。国家大事主要是张居正在做决定，张居正是敏锐的，他看见了在明朝国泰民安表象下的一些隐忧，所以他推行了各种整理吏治和改善税收的改革措施，这一切也都非常的见效。万历6年，张居正回家安葬自己去世的父亲，这次回乡之旅长达3个月。万历自从登基以来，还从未与张先生分离过这么久。只要有重要的文件，皇帝就派人送一封信，送到1000里以外张居正的老家，请他来定夺。我们可以看出，万历对于张居正的信任到达了极点。就在张居正回乡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5岁的万历大婚了。不过在万历的心中，这桩婚姻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而不是他自己的大事。眼前的这个皇后只是自己名义上的妻子，和他一起完成礼仪祭祀的一个角色，他谈不上对这个女子多么有感情。可是在大婚之后，有一个标志，万历就是成年人了。他发现原来自己是如此的不自由。由于各种礼仪和规矩的束缚，紫禁城中的日子非常的单调，皇帝1年4季都居住在宫墙之内，没有朋友，也没有爱人。时光按着固定的节奏流逝，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羡慕的传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了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对此有所改变。但很快，影响万历一生的女人就出现了，准确地说，是2个女人出现。第一位是个宫女。万历9年的冬天，万历经过母亲的寝宫，临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事后万历觉得很羞愧，他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但这个宫女的肚子渐渐的大了，被太后发现了。太后就责问万历，万历这才不情不愿地把这个宫女王氏封为了宫妃。从这个事件里其实能够看出万历的性格，他没有担当，优柔寡断，但他也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如果他不想让这个宫妃生下这个孩子，有的是办法让一个宫女流产，甚至让这个宫女悄悄的人间蒸发，都非常的容易。可是事情竟然拖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万历一直在逃避，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又没有狠心到采取极端的手段。也许张居正并不了解，他从小看着长大的皇帝有这样的性格。但是另外一个小女孩在见到皇帝后不久，就洞悉了万历的内心。同样是在万历9年，张居正以万历大婚3年，但是尚未有子嗣为理由，建议皇帝选妃。就在这次选妃中，万历遇见了自己此生的挚爱，以后的皇贵妃，现在的淑嫔郑氏。这个时候万历18岁，郑氏14岁。万历对这个女子一往情深，而且这种热恋终身不渝。他们2人你侬我侬，在皇宫寺院里的佛像前一起祈祷，愿为双双梁上燕。这个郑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她之所以能够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是因为她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她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万历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但他困在宫墙之中，读书是他了解外界的途径之一，所以皇帝就命令宦官给他买来民间的各种书籍，就跟这个郑氏一起读书，2个人一起讨论。这个女子弥补了皇帝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一眼看透了万历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实际上性格既柔且弱，而且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万历的母亲，他的老师张居正，他的文武百官都有意无意地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执行礼仪祭祀的机器，忽视了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别的妃嫔他们对皇帝百依百顺，或者是非常畏惧，心灵深处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所以郑氏的特别之处就显露出来了。他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所以在精神上，他们2个人是平等的。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郑氏还会一边撒娇一边讥讽地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在万历10年的秋天，就是万历和郑氏热恋的这个时期，张居正病逝了。他的离世很突然，张大人一向精力充沛，1年多前还组织官员丈量了全国的土地，准备改革税收。可是现在猝然之间离世，在老师去世1个多月后，那个万历不喜欢的王宫妃为他生下了他的第1个儿子。此刻的万历失去了依靠，又成了父亲，这些变故让他迅速地成长起来。也许是受到了郑贵妃开朗果断性格的影响，万历渴望打破自己优柔寡断的形象，
说天下可一人主之，他就是要做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树立权威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张居正的影响，所以在张居正去世后仅仅半年，曾经和他关系密切的官员们都被一一的打倒，张居正头上也被安上了各种罪状，包括欺君独明、接受贿赂。官员们纷纷上书说，张大人最终的目的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叵测。还有人列举出了张居正准备谋反的征兆。起初万历只是想要表达自己成熟了，翅膀硬了，可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推波助澜，他对张居正的信任彻底崩塌了，各种复杂的记忆涌上心头。万历先是说，张居正必主殃民，但是在这年幼的时候，他有10年的辅助之功，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罪过就不再追究，一笔勾销。但是2年之后，万历又反悔了，他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被官员严刑拷打，留下了一封绝命书，就上吊自杀。然后官员们还在不断地揭发张大人的种种罪行，制造舆论。万历心中对于张居正最后一点点敬爱和依恋也彻底化为乌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万历已经没有办法后退了，他要向天下的臣民做出交代。所以在抄家4个月之后，皇帝正式颁布了张居正的罪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专权乱政。本来按照这个罪名，他应该剖官戮尸，但仅仅因为张居正多年的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但是张大人的弟弟和2个儿子都被送到了燕瘴之地充军，张居正的清算到此告一段落。万历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重掌大权，独揽天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臣子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另一场运动开始了。这一次批斗的对象从张居正变成了皇帝本人。臣子们做了一些什么呢？他们一封一封的劝谏呈了上来，批评皇帝奢侈懒惰，宠爱政事，冷落已经生有皇长子的王室。而另一类人则利用道德为自己谋取利益，声称他们拥有独到的眼光，扳倒了张居正。张居正倒台之后，朝廷上空出来了很多的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要安排自己的亲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万历发现，这场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受益人竟然不是自己。他到底在跟哪些势力对抗呢？是一个权臣，还是整个文官体系？他摆脱了张居正，但权力依然受到种种束缚，他依然不能说了算。这让万历觉得自己就算贵为天子，也不过是制度的一种需要。官员们要把他强行纳入道德的规范之中，让他按照规律来运转，而他个人的自由或者是性情，对这个国家而言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人真正在乎他。所以这一切引起了他内心巨大的不平衡感。在万历15年，他24岁，这一年似乎非常的漫长。万历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跃出内心世界，向外界蔓延。这种状态引起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回到朝堂。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年间在职时间最长的首辅是申时行。申时行和张居正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不像张居正那么趾高气扬，非常高调。别人评价说这个人非常的宽容，不会轻易的发表反对意见，也不会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张居正就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他推行改革是不顾后果的，然后他让国家的行政效率提高，国力有所增强，但是他过于精明强干，也让皇帝有所忌惮，触犯了官员们的利益，所以他死后才遭到了各种势力的反攻倒算。申时行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也没有张居正的魄力，但他比张居正更明白，如果站在全体官员的对立面，那什么事都做不成。反张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朝廷上紧张的氛围还在持续，政治环境极差，任何小问题都会被上纲上线到道德的层面，引起官员们的互相攻击。特别是在张居正去世后，国内外也渐渐变得不太平了。宁夏、西南、东北的边境战事四起，主战派和主和派常常争吵起来，流血冲突无法避免。申时行就提出主张，在边境的各方势力之间，我们要周旋，用最小的代价换取和平，避免官员们情绪激动地挑起全国战争。他的这个做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申时行的调和之下，西北的边境问题妥善解决，也避免了好几场兴师动众的战争，蒙古的骑兵不再大举进犯，这都是申时行的小心斡旋带来的结果。不过在万历15年，朝堂上的官员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内忧外患，而是另外一件事儿，到底谁做太子？
在万历14年的时候，万历宠爱的那个正室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皇三子。万历非常想让自己和爱人的孩子继承皇位，但当时的皇长子4岁，这个皇三子刚刚出生，他们的母亲出身都不高。可是朝臣们纷纷上书，要求万历早一点立皇长子为太子，不要破坏祖制。士大夫这样群体上书是在针对万历皇帝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对立放到更长的时间线中去看待，这就是黄仁宇先生所提倡的大历史。在明代，官员集体以命相逼来劝谏皇帝的现象其实很常见。面对群臣的批评，万历说他们是擅君卖直，这个擅的意思就是羞辱。在皇帝看来，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用诽谤皇帝的方法作为本钱，来捞取忠臣烈士的名誉。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认为，士大夫群体是很复杂的，这些人批评万历皇帝，也并非全都是擅君卖直。那些把儒家的道德教导视为信仰的士大夫，他们也不在意2个小皇子谁更有治理国家的天赋，那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呢？是皇帝有没有破坏祖制。你说什么是祖制？祖制就是宪法一样的存在，但它又不是真正的法律。祖制的范围其实很模糊，它可以是朱元璋在开国的时候亲自撰写的皇明祖训，也可以是任何一位万历皇帝的祖先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你说，那这不是浩浩荡荡的吗？对，这里面有一个道理，祖制的存在会让膨胀的皇权有了一点弹性的空间。士大夫们不断地利用祖制来规训皇帝，把它作为约束皇帝的武器。面对天地和祖宗，皇帝有的时候虽然贵为天子，也不得不低头。如果皇帝可以以自己的私人喜好来破坏祖宗法度，就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为所欲为了。所以士大夫们会死守祖制的底线，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在理论上，皇帝是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是天下不可以一人治之。还记得吗？这就是张居正在《地鉴图说》里教导过万历的话。此时，士大夫们就用这句话来制约皇帝，可是他也让这一群人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士大夫们觉得皇权不应该漫无边际，权力要关在笼子里；另外一方面，士大夫又不能够违背忠于君主的道德教化，所以他们的做法看起来也很矛盾，既用生命来抗争皇帝的意愿，又认为这种抗争是在表达对皇帝的忠心，对吧？我们都非常能够理解。面对这种景象，首辅申时行就决定，他要做一个和事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他也很难，他在皇帝面前批评那些官员，官员们就会认为他不公正；可是他在官员面前批评皇帝，皇帝就会认为你根本不是我的自己人。所以申时行就小心翼翼地观察两方的态度，提出一些折中的意见，期待得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他的调和在表面上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际上矛盾根本无法解决，万历跟朝臣们的对立在日益加深。从万历15年开始，皇帝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再上朝，不再出席各种仪式，那些批评他的奏折堆积如山，他一个都不答复。你说他为什么那么任性呢？皇帝内心也有自己的想法，按照祖制，他的皇长子和皇三子其实都不是最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因为这2个人都是庶出，而皇后生下的那个嫡长子才是毫无争议的太子。所以万历心里面很明白，说朝臣们现在请求要立那个皇长子，其实根本没道理，他们就是不想让皇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现在看历史就知道，在清代的时候，乾隆可以六下江南，皇帝出门好像是挺容易的。但是明代皇帝没有出行的自由，万历一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去北京郊外视察自己的陵墓定陵，就是因为士大夫们对他的约束非常大。虽然这个时间点距离万历最终去世还有几十年，但是士大夫们早已将万历的自由意志在这个地方活埋掉了。这让万历意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国家的工具，紫禁城里的囚徒，但是他又不甘心做工具人。他明白皇帝是社会制度的一种需要，但是我这个人叫朱翊钧，我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我曾经和自己的爱人在佛前双双许愿，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太子。我们站在万历的角度想一想也能够理解，因为在他的心中，只有郑贵妃把他当人，所以只有郑贵妃和他生的孩子才是皇帝真正的家人。如果这个孩子不能够当太子，就不能留在他的身边，将来只能封一个藩王去封地，
以后父子就很难再相见了。郑贵妃也不能够成为皇后，死了以后她是不能够跟皇帝在陵墓中合葬的。所以万历一想到这些，觉得都不能接受，因为各有各的想法。这场皇帝跟群臣之间的对峙就持续了10几年，万历的消极怠工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那天。越到后期，万历皇帝的心里越明白，他不负责任的形象已经成为定论了。青年时代，他也为成为一个明君圣主做了那么多的努力，现在都以失败而告终，万历就破罐子破摔了。他开始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自私的本性。皇帝觉得，既然自己没有人身自由，那就疯狂的敛财。既然自己最爱的皇三子不能做太子，那就把这个孩子封到富庶的洛阳，把搜刮来的天下财富都给这个孩子。就在这场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士大夫们认为自己是在为百姓负责，可是百姓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且你说万历快乐吗？并没有，财富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不上朝的日子里，他和宦官们用一些赌博游戏来打发时光。如果通过大历史的视角去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万历一个人的悲剧。万历的爷爷嘉靖就沉迷于修道炼丹，而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把朝政交给了魏忠贤，自己专注于做一个木匠。其中爱好最广泛的是大明历史上的正德皇帝，他以皇帝的名义为自己封了一个身份，威武大将军朱寿，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大将军天天去跟王阳明吵架，那个皇帝就认为这个虚构的人可以代替自己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你就看皇帝也是那么的不自由，所以此刻万历的消极怠工其实并不是孤立，但他不上朝，也并没有让国家陷入瘫痪。文官们多年来已经形成一套自动运转的程序，这简直是对君主制的莫大讽刺。但你说，这没有了皇帝，国家真的没有什么急需处理的大事吗？遇到大事怎么办呢？我们往下看。万历15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部落的首领正在吞并其他部落，他就认为这是养虎为患，应该出兵征讨。但是有些官员认为不该出兵，应该以安抚为主。这两方意见不一样，就互相攻击。官司打到了首辅大臣申时行这里，申时行就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说既然两拨人已经攻击过对方了，那就算扯平了，我们把这件事当作他们部落之间的内部矛盾，不要浪费过多的精力。可是申时行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首领和他的子孙以后会利用官员间的不和去影响明朝的决策，而且这个部落的首领还会建立自己的千秋大业，他的名字就是努尔哈赤。所以你看，草蛇灰线，没有什么事件是不会引起后续的结果的。作为百官首领，申时行发现他没有办法缓和皇帝和百官之间的矛盾了。但是在明朝历史上有一个官员，他用自己的一生体现了一个儒家士大夫的自我要求和服务于公众的牺牲精神。这个人就是海瑞。民间戏剧中有好多关于海瑞的故事，叫海瑞海青天。我们来说说这个人的命运。万历15年的冬天，海瑞在南京与世长辞。他一生尊重的是法律和道德，这种尊重首先从约束自己开始。明代的官员工资非常的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哪里呢？就是下级官员的供奉和市井商人的孝敬，贪污基本上成了共识。但是海瑞坚决出淤泥而不染，他只拿他自己该拿的那一份微薄的薪资。所以海瑞从政20多年，生活一直非常的贫困。他给母亲买个肉吃，都会成为街道间的新闻。海瑞死了以后，连下葬的钱都不够。所以海瑞绝对是道德的楷模，他也希望用自己的道德来补足制度之短。他的官职是淳安知县，那个时候海瑞已经45岁了。在嘉靖39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位钦差奉命南下清理盐法，在这个钦差还没有到淳安的时候，海瑞就给自己的这位上级领导写了一封禀帖，说您所过之地都有酒席，每一席花费300-400两银子，席间的供奉更是不计其数，就是拉关系。然后海瑞要求这位钦差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据说钦差大人收到这个禀帖之后，根本没敢进入淳安，直接绕着道就走了。所以海瑞确实很刚烈，他不仅仅是批评自己的直属上级，皇帝要是有错，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在严嵩倒台之后，嘉靖就把政治混乱的原因都推到这个奸臣严嵩身上，大家当然都附和皇帝。可是这个时候，海瑞上书给嘉靖皇帝，说你是一个虚荣、残忍、
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真是胆子很肥。然后他说，国家的所有弊病都应该由皇帝直接负责，但是改变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陛下您幡然悔悟，国家重回正轨，也不过是一阵作奸而已。嘉靖读完海瑞的奏折之后，气得把这个奏章一摔，说抓住这个人，别让他跑了。海瑞根本不跑，他在递上这份奏章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然后他买了一个棺材，跟家里人诀别，就在家里等着。结果嘉靖发现他这么做，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对海瑞的情感很矛盾，所以皇帝先是生气，后来又觉得海瑞还是挺值得佩服的，这个人敢于死谏，是个忠臣。但是再想一想，他就大骂海瑞是个畜生。然后皇帝左思右想，把海瑞抓到东厂关起来。刑部就看着皇帝的脸色说，建议把海瑞处死。但是皇帝并没有下定决心。过了1年，执行海瑞死刑的奏折都没有批下来，最后是嘉靖皇帝先驾崩了。这一下大家就觉得很为难了。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就说，海瑞一夜之间从一个没有执行的死刑犯变成了众人所追捧的忠臣。那么应该拿他怎么办呢？大家都太了解海瑞的脾气了，让他去当官，他一定会抗争到底，那会给所有人制造很多压力。所以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一，必须给海瑞升官，然后必须给他一个闲职。可是海瑞对此非常不满意，他就以辞职来要挟上级，说你们真的敢罢黜我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忠臣吗？你们要是不敢，那就应该让我做点实事。最后的结果是，吏部低头了，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在苏州。在当时，苏州是明代最富庶也最奢靡的地区之一。海瑞一到这里就准备解决南直隶地区的高利贷问题。明代组织严禁富人放高利贷，但实际情况是，农民还是会在缺钱的时候把自己的土地抵押给富户，因为他要用钱，可是欠的高利贷无法偿还，那土地就会被富户兼并，这样贫富差距不断的拉大。海瑞就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他要求恢复祖制，对这种高利贷坚决禁止。这种做法没有错，但就是这个决定，让海瑞从人人尊敬的忠臣变为了众矢之的。为什么呢？南方的地形是很复杂的，整片田地很难连在一起，它被分为无数个小块，富裕的人和自耕农的土地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很难分辨产权。海瑞自己在老家海南岛的40亩地就被分为了93块。而且大家都说富人在欺诈穷人放高利贷，但是高利贷并不只是富人借给穷人，穷人之间也会彼此互相借贷，而且往往就是口头约定，没有什么书面的契约。所以海瑞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复杂而且数量众多的田产纠纷，因为他解决的并不公平，或者有很多东西顾不到，各种对他的批评就接踵而至，这给海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一直是个活在阳光下的人，他跟所有见不得光的事物对抗，这些事物有的确是人性的黑暗面，比如说官员的贪腐和皇帝的刚愎自用。但有一些事物的诞生是有很复杂的社会成因，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一直在发展，它早已经超出了祖宗的预期，所以一些祖宗立下来的法制已经没有办法面对新的问题了。可是祖制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不能轻易被废除，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会在组织之外形成一套自己的运行逻辑，这个叫做潜规则。海瑞现在希望以个人道德的力量来解决政府经济和财政问题，领导整个社会回到明代初年那种单纯简朴的状态，这显然过于理想，不可能实现。所以海瑞一时之间就处于各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被迫退休。退休这件事对海瑞来说非常痛苦，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为国尽忠，为百姓服务，死而后已，所以对他打击很大。在退休15年后，张居正倒台了，因为张居正生前很讨厌海瑞，所以海瑞突然又被重新启用了。可是他现在的职位是南京右都御史，南京是明代的一个陪都，这个职位就是彻底的闲职。在南京的时候，海瑞的言行一点都没有改，他要求用组织中剥皮食草的残酷刑法来处置当地贪腐的官员，但这一切犹如巨石投进一潭死水，没有人拥护他，海瑞彻底失败了。如果当年海瑞因为直言上书就被嘉靖皇帝处死，那他至少还是英雄般壮烈的。可是现在海瑞成了一个被时代默默抛弃的怪人，没有人会想起他，大家认为他都不重要。在万历15年的冬天，
海瑞的死讯传到了北京，吏部的官员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再也不用为这位到处惹是生非的忠臣安排合适的岗位了。你看，这就是当时整个的政治气氛。在海瑞去世几十天后，另一个重要的人，一代名将戚继光也离开了人间。同样是英雄，戚继光的行事风格跟海瑞大不相同。海瑞是一个人独清，和庞大的文官集团抗衡，水至清则无鱼。而戚继光他是个非常识时务的人，他愿意去适应不完美的体制，并且渴望在体制的夹缝中游走，有所作为。明朝一直有个特点，就是重文轻武，而且防范着武官。很多武将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是他社会的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是文官来领导武官作战的。所以200多年以来，明朝的军事实力不断的衰退。在明代有一个军户制度，就是普通士兵是由军户组成的，这些军户有200万，都是建国初期就划定的。每个军户家庭出一个男丁到各地的卫所去服役，而且他们代代相传，就是父亲退伍了，儿子就顶替上。那个花木兰他们家就是军户，所以才有木兰替父上战场。老百姓当初被划为军户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情愿，毕竟是要拿命来搏的。所以200年间，很多人一直想办法逃避军户的义务。在建国100余年之后，卫所的士兵有的逃亡，有的雇人顶替自己服役，有一些卫所士兵的名额剧减，甚至只有规定名额的2%到3%。那些正在服役的士兵还会抵押买卖卫所的土地。所以我们就发现，皇帝想要统治百姓，想出了种种的办法，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百姓也不那么容易被统治。当制度不合理的时候，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在制度的夹缝中探索活路。这种探索又促进了新的社会生态，推动着制度做出让步或者是改革。其实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彼此博弈。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屡次攻破东南海防，长驱直入，朝廷才发现说我们的军事制度的衰退已经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危机，改革迫在眉睫，国家需要一个在战场上深谋远虑的高级将领。戚继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戚继光真的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戚家军。他在军队里建立了铁一样的纪律。他发表演讲，对士兵们说：你们的饷银都是老百姓纳的税，你们在家耕地的时候，哪个不是辛苦的？所以你们知道老百姓纳税有多艰难，他们养你1年，也不过是希望你杀贼保护他们。要是连这都做不到，那老天也要杀你。除了这种激动人心的演讲，戚继光治军也相当严厉。要是有官兵临阵退缩，他就手刃长官，以儆效尤。据说戚继光的第2个儿子就是因为违反军法，被他亲自处死。就这样，戚继光打造了一支铁军，他有着戚继光的个人风格，所以叫戚家军。朝廷把戚家军当作无敌，哪里有战事就把他们征调到哪里。后来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够几小时屹立不动，如同这场雨根本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这支铁军用的武器却落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是藤牌、毛竹和铁叉。这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发达吗？其实戚继光早已经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他深深地知道火器有多么的威力强大。但是军事改革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它还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以戚继光非常现实，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国家现有的体制，那就脚踏实地，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先做力所能及的事。他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的这种技术，利用已有的武器，一场一场的打胜仗，还发明了藤甲阵，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打，但据说非常厉害。那么就这样，戚继光威名远扬。非常幸运的是，他受到了一位重臣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在任的时候也有重整军备的雄心。当倭寇被清除之后，他就把戚继光调到冀州，这里是最特殊的边防重镇，东边是山海关，西边是北京的昌平。为了赋予戚继光在这个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利，张居正调走了境内其他的高级将领，凡是故意跟戚继光作对的文官，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调走了。所以戚继光就有了优厚的资金采购物资，而且也有权力说了算，扩充自己的军队。戚继光当然非常感恩张居正，认为这个人是自己的知己，他理解他，帮助他。
所以在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的时候，戚继光还派出了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当时张居正只选了6个人随行，但是也足以体现这2个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当然后来这也成为张居正的罪证。戚继光是在冀州任职了15年，在这个期间，他娴熟地在各种势力之中周旋。身为高级将领，他就能够跟文官饮酒赋诗，往来筹对。然后他不是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他也会给张家送礼，会去贿赂别人。张居正也是象征性的收取一小部分礼物，但是人情往来在戚继光这儿从来没有断绝，而且看得很重，并且为了掌控手下的士兵，戚继光还会利用各种迷信手段和民间宗教来让士兵们形成一个团结的力量。黄仁宇先生就在书里写，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那就在私人关系上找出路。所以历史上对于戚继光的评价从来都是1分为2的。但有一点很重要，戚继光没有把这种灵活的处事技巧变成自己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把它运用来保家卫国。所以我们看得到，在制度的夹缝之中，戚继光在冀州花了10年时间修筑长城，他增加了数以千计的空心堡垒，完善了北方的防线。虽然戚继光一生妥协，周旋在夹缝中保家卫国，打了无数的胜仗，但最终他的结局依然是失败。就在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就被人看作是张居正暗中培植的军事力量，万历皇帝就把他革职了。在戚继光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坠入了寂寞和凄凉之中。他慷慨豪爽，所以没有什么积蓄。这一代名将生病的时候，连求医问药的钱都没有。昔日的很多朋友大都离开了他，害怕受到政治上的牵连。万历15年，戚继光非常寂寞地去世了。他的墓志铭中写道，他离世的那天积3号，将星陨，好像天地都在为这颗将星的陨落感到惋惜。戚继光曾经写过一句诗，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他的一腔热血如同繁霜洒向了千万座山峰，染红了那些枫叶，如同他对国家的担心一片。可是他修筑的长城没有办法永远地保卫他的国家。几十年后，没有戚继光的战略和纪律，明军和努尔哈赤的部落交锋，结果是众不敌寡，白山黑水间的新生力量取代了大明，在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种子。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这章的主人公是个非常矛盾的思想家，他叫李治。万历15年，李治的妻子去世，这位60岁的老人在尘世中再无牵挂。第2年，他剃发为僧。出家之前，李治的人生按部就班。他25岁考中举人，后来一路做到遥安知府。那一年，李治50岁，他也是在知府的位置上，才逐渐地摆脱了贫困。因为下级官员和商人会给他供奉银两，就是行贿。李治没有海瑞那么强的道德感，也没有那些和万历皇帝死磕的官员的使命感。他就非常坦白地说，我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名求利。既然这么想，他就不打着什么为国为民的幌子。李治是一个和所有虚伪的道德唱反调的人，他觉得说真话，承认瑕疵比做一个虚伪的君子更加的重要。在明代的宗族社会里，一个人科举的成功绝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祖父辈的节衣缩食，有寡母的自我牺牲，有贤妻的含辛茹苦。所以一旦一个人做了官之后，照顾整个宗族就是他必须承担的责任。20-30年前，李治回到家乡福建泉州，那时候倭寇横行，城里的食物非常短缺，他就必须负责给这个家族30多口人找吃的。所以一度他不敢回乡，因为只要他回去，族人们就一定会纠缠他。而且不只是族人，他做过知府，还要参与家乡地方官的各种迎来送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伦理和道德的纽带捆绑。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牺牲自我，为他人服务。李治断然出家，正是想摆脱这种捆绑。他也在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可不可以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自私自利？可不可以只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不被各种伦理关系束缚？这可能放在现代依然会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李治出了家，但是他没有受戒，也不在庙里面诵经祈祷，就看出他并不是真的想做一个和尚，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一个身份符合李治想要的活法。
他就觉得做和尚好像能够让他摆脱礼法的拘束，能让他能够自由一点儿。但李治同时也非常的矛盾，他想摆脱种种关系的束缚，但他另一方面又享受某一些关系带来的好处。比如说，他痛斥士大夫们虚伪，说这些士大夫开口就说我做官是为他人造福，这倒不如市井的小民坦坦荡荡地说我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种田就是为了吃饭。可是李治出家之后，他没有钱怎么办呢？就靠这些虚伪的士大夫朋友们接济，所以他每次无情地指责完别人之后，又一手收了人家的钱和好处，这让他一直在反思，一直在忏悔。李治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独立，所以他不停地写作、思考，希望能够寻找到一条出路，一条不矛盾的出路。但在当时的人，甚至是放在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都很难完成，所以身边的人都认为李治走火入魔了。比如李治坚持说，人最重要的就是去伪存真，人生下来是没有善恶观念的，所谓善恶都是道德枷锁，人要做真实的自己。所以他的行为就非常的荒唐和放任。有人攻击他说，你玩弄妓女，李治根本不在意，马上承认说，我就是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只要不虚伪，我就不是坏人。这种观点当然很极端，所谓做真实的自己，其中还包括一些坏的习气，难道完全都不用改正吗？如果一个人大方承认自己犯的种种的错，甚至玩弄别人，那就是一个好人了。那真实和无耻之间还有没有界限呢？那条界限在哪里呢？所以李治也很难自圆其说，他不断地用极端的言行来博人的眼球，自然有他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李治的言论视为一剂猛药，他就是针对时代下药。这剂猛药的名字叫真，而那个时代的病症叫做伪。这种虚伪我们在之前也已经看到过了，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这国家的法令都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所以人都很分裂。现在李治就认为我要用真去治疗那个伪，他当然下了一剂猛药，但这剂猛药是有毒性的。所以李治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破坏性，用最极端的方式试图打破旧的枷锁，但是他没有建设性，他打坏了旧世界，但建立不起新秩序。所以他用激进的言论攻击了那个正统的教条，但是他没有办法用新的思想去指导人们的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中，李治最推崇的是谁呢？就是已经被打倒的张居正。张居正是政治家，李治是哲学家，但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但同样又被这个时代所扼杀。面对政治体制的僵化，张居正就化身为烈士，就算自己被人踩踏攻击，但也要推行改革。李治也认为自己是烈士，他那些怪异的言行、放荡的做派，都是在燃烧自己，想要跟社会上的那个伪搏斗一下，想要唤醒人们的真。但很快，李治就为自己的个体精神付出了代价。他所栖身的知佛院被地方官和士绅烧毁了。礼部的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说，李治行为不检点，跟妓女厮混，勾引世人的妻女来讲学，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皇帝怎么回复呢？他说，李治应该由锦衣卫捉拿，他的著作全部销毁。就这样，李治被捕入狱，但他在狱中并没有受到折磨，也没有被判重刑，刑部只是建议把这个人押解回原籍了事。这个建议也跟万历后期大部分的奏章一样，送上去就没了音信，无限拖延，没有最终的批示。所以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李治可以逃过一死了，他却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有一天，李治要侍者给他剃头，在侍者离开的间隙，李治拿起剃刀自刎，但一时并未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就问和尚痛否？你疼吗？李治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他就在侍者的手掌下上站着写写了，不痛。那侍者又问和尚何自歌？李治就写道，七世老翁何所求？这是王维的一句诗，向风文景送公子，七世老翁何所求？在临死之前，李治写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他愿以死相报的知己吗？还是说年到70，他已别无所求，求也不得，那么就自我了断吧？或者说，面对这个被他攻击但又无能为力重建的世界，李治的心里隐隐约约会生出一些愧疚呢？这都是猜测，我们已经没有机会知道答案了。他自割了以后还活了2天，是在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
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剃发后人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到这里，万历15年就结束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的行动准则全靠粗浅模糊的道德原则来约束，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的时候，那社会的发展必将受到限制。即便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都是正义的，却也于事无补。所以，万历15年表面上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但实际上它预示着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尽头。黄仁宇先生写道：皇帝的励精图治或消极怠工，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将领的创新或保守，文官的廉洁或贪婪，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墨守成规，最后的结果都无分善恶，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而兼名裂。旧有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不是牺牲品。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欢迎点赞订阅，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